F8战斗机是美国海军第一架真正超音速舰载机，也是最后一架以机炮为主要武器的海军战斗机。1962年三军通用编号实施以前 ，F8的编号为 F8U， 名称是十字军。1952年9月，美国海军公开征求一款新式超音速战斗机。海军不但要求战机在3万尺高空必须能达到 1.2 马赫的最高速度，并且要求战机需具备爬升率25000尺每分钟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海军的韩战经验显示50机枪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空战需求，所以新一代的海军战斗机也必须搭载20毫米的机炮作为固定武装。针对海军的要求，沃特公司的设计团队提出了为383型设计案，以竞标此新型战斗机的需求案。与当时一般的战机设计不同，为383采用了上单翼的设计，以降低起落架所需的长度与重量。除此之外，此设计案最令人激赏的部分就是采用可变倾角机翼作为主翼设计。为383的主翼可以在起降时自机身倾斜7度，藉由改变主翼弓角而提升起降时的升力，同时不阻碍驾驶座视野。动力来源由负后燃气的普惠 G57 涡轮喷射发动机提供。按照海军的要求，搭载了20毫米机炮作为主要的固定武装，并可携带32枚折叠尾翼式航空火箭弹与2枚捕捉用的 AIM-9 响尾蛇飞弹。虽然美国海军后来所使用的战机仍保有固定机炮，但 F8V383却是最后一款计划以机炮作为战机主要武装的机种。除了竞标新型战机之外，沃特公司也采用了同一款机身发展了1型战术侦察机，并编号为 V382案。V383计划案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格鲁曼公司 F11虎式战斗机、麦克唐纳公司的 F3H 恶魔式战机、北美 F100超级军刀战斗机的舰载版改良型超级海怒式。1953年5月，美国海军宣布V383案胜出，并于6月订购3架 XF8U1 原型机进行测试。1962年 F8U 因海空军统一编号改为 F8， 第一架原型机于1955年3月试飞，并于第一次试飞即突破音障。F8的发展过程极为顺利，因此第二架原型机竟与第一架量产型 F8U1 于1955年9月30日同日试飞。1956年4月4日 ，F8U1 完成第一次航舰降落测试。原型机在1956年末由美国海军第3研发中队测评，但几乎没有找到问题。1957年4月开始在罗斯福号航舰配备。1956年，美国海军想要展现他们的新机种，打算向当时世界飞行速度纪录挑战。这项纪录是由美国空军的 F100C 所创下的1320公里每小时。海军认为 F8 不仅有潜力超过这个纪录，更可能成为第一架超过1600公里每小时飞行速度的飞机。然而，1956年3月19日，英国菲尔瑞公司的一架 FD2 研究机以1811.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打破原先的世界纪录。此时，美国海军不为所动，继续推动这项计划，但是兼顾到对于飞机实际性能的保留，因此将目标定为需要比1600公里每小时稍高就可以了。1956年8月21日，第12架量产型 F8A 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国湖在12120公尺高度、15公里的路径内来回2趟，飞出1624.68公里每小时的平均空速，创下美国国内最高飞行速度纪录。1957年6月6日，两架 F8A 从加州外海的老好人理查号航空母舰上起飞，历经一次空中加油，直奔位于佛罗里达州外海的沙拉托加号航舰上降落，总飞行时间3小时28分钟。艾森豪总统还特别在目的地欢迎这2位飞行员。1962年，古巴飞弹危机 RF8A 发挥极危险的低空侦照任务，任务在10月23日开始，每天2次，针对古巴境内目标采低空侦察任务。带回的照片当即随即送回五角大楼以供研判，并证实了苏联在古巴设立中程弹道飞弹。之后，危机后期 RF8A 仍持续监视苏联飞弹的撤出。任务持续了约6个星期，共计拍回16万张重要的侦照照片。任务飞行员们均荣获飞行十字勋章以资表扬。美军大规模进入越战后 ，F8 也跟航舰战斗群在1965年后参加越南上空的制空权争夺战。虽然在一开始不如飞弹万能论下所创造的 F4 战斗机如此受人期待，但是实际参加作战后，飞弹的低妥善率使得 F4 战绩不佳，反倒是运动性能良好的 F8 加上机炮与飞弹通用的组合，成功的成为了猎杀米格1机战斗机的最佳机种。在越南参战的1965至1968年间，合计击落了19架战机，包括16架米格17以及3架米格21。
越战中，美军总共损失166架 F-8系列机种，其中4架为空战损失，74架遭高射炮击落，10架遭地对空飞弹击落，事故损失76架，2架遭地面部队击毁。越战也是 F-8参与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。随着中型航空母舰逐渐退役 ，F-8战机也随之撤离战场。美军的战斗机型 F-8在1976年退役，侦察用的 RF-8则至1987年全数处。